军长还活着，宋岩怎么会在苏区呢？我知道。姐姐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你赶紧跟我说说他们的情况吧。刘双儿，李红没传说中那么好，她也许对你有恩，可是对我没有。宋岩也许对你有情，可我差点杀了他，就这么点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你装什么糊涂？要不是宋岩从中捣鬼，为你和秦少武这对土豪夫妇出气，我和黑风洞会落到这种下场吗？我没杀他，全是看在和你结拜过。姐姐还记得我们曾经是结拜过的生死姐妹啊？哼，你不配跟我谈结拜。你看垭口的那些人，他们是上清江最大的土豪，你觉得你配跟我说结拜吗？姐姐，你好歹也算去了一次苏区，怎么回来以后还是这么匪气十足的？匪又怎么样？匪不欺负穷人。实话告诉你，刘双儿，我嫁给这半天，就是要向你们这些土豪劣绅复仇的。你丈夫一家人欠秦场所的血债。你不用跟我一口一个土豪。既然要跟土豪作对，为什么带着队伍投奔了红军，还要继续跑回黑风洞为匪？告诉你，刘双儿，你要是再敢提投奔红军的事儿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怎么还这脾气？咱们不是讲道理说事情吗？就算不客气，又能怎么样？来人，到，让他们都给我滚！不滚，就给姑奶奶打。是。看来你们这对姐妹是打了死结了。两家的男人都是世仇，不好解啊。他最不能原谅的，就是我成为了土豪的女人。这妹子最憎恨土豪了。她曾经被土豪骗到家里去成婚，饱受摧残。一根筋转不过弯来。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秦少武是多么开明的土豪。不过双儿，你放心，只要他黑风洞不为难我潘世宝，为了你，我绝不会跟他们过不去。少武，谢谢。对了，听说真妹子见到了宋岩，你没打听他怎么样？我们姐妹说了不到2句话，就快打起来了，根本饶不到她。宋岩是唱着你教给他的红军歌谣参加红军的，我真替他高兴，你也替他高兴对吧？少武，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宋岩了？不，一定要提。是我委屈了他，也委屈了你，是我不对。走吧。姐姐，白天潘世宝来了好多人，兄弟们怕夫人和他们的夫人打起来的时候，那保安队会趁机突围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姐妹2个在保安团黑狗子面前永远都不会打起来。是啊，姐姐的姐妹也是当过红军的，可惜现在成了土豪，成了姐姐最恨的人，姐姐却放不下这条心。姐姐，我让你不高兴了吗？没有，马凳子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姐姐，你说那保安队的人会不会投降啊？当然会了，因为他们怕死。可是大当家和几个当家的也在他们手里。
要是哎呀，这帮家伙把俺的葫芦也给收走了。要说这时候能来上一个，哎呀，东西没吃没喝，看着吧，不出3天，那帮保安团全都得垮。哎呀，渴死我了，渴死我了！哼，厉害，厉害啊！夫人真是好手段，哼，这叫瓮中捉鳖。好什么好？盘团完了，我们也完了。应该说，那娘们手段毒，让咱们和保安团同归于尽，她好把黑风洞的家业给霸占了。老二，你给我说说，夫人真的想这么对付我吗？老大，知妻莫过夫啊！这件事儿，兄弟我真不敢妄下断言。不过老大，几位兄弟，咱们应该想一想，夫人率着弟兄们投奔红军，本来是一条光明的出路，可没想到遭此大劫。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这种痛，我们哪个能同她比？可我们呢？不但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夫人着想，这一路上，我们又是怎么对待她的？我们又都对她说了些什么？你个老小子，还啰嗦什么？咱们兄弟当中，除了大哥，就你能吃透那娘们儿。大哥是问你，那娘们儿现在还那什么心思？啊？变了，夫人遭此劫难，一定是变了。板凳子，哎，去打桶水来。是。打完了，放在空地的中间啊。你们有良心就别给我开枪！小爷给你们送水来了。洞里的人听着，夫人这桶水是给咱们的兄弟喝。保安团的人要是敢来偷咱们的水喝，格杀勿论。保安团的人只配喝咱们兄弟们的尿。好弟弟，发挥的好。
家的，你可以出动去喝那桶水，但本官有2个条件：一是你别跑，我的快枪可瞄着你的后心呢；二是你喝足了水，把那桶水给弟兄们提回来。你若是提不回来，照样来枪毙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这胆量？ 我是给大当家的送水。吴当家的，你没听见我的命令吗？给谁送都不行。好你个鬼妹！你够狠的！双手抱头，蹲下。拿来吧你。夫人，你赢了，在下心服口服。教人点常识，以后打别人伏击要留点人马保护自己的屁股，以防被人踢。是，下官受教。夫人啊，这些枪都归你了。这半天大当家的们也都安然无恙，你得说话算话，放我们这些弟兄下山呐。夫人一言九鼎，放过我们弟兄吧。可惜你不是方七佛，要不然我一定反悔。你还没听明白啊？快滚！哦，谢夫人，快走，快走！多吃点啊，弟兄们！夫人，老大，经过清点，此次缴获好枪110条。好，黑风洞弟兄无一伤亡。夫人，你是为了让保安团投降？我看是真拿老子和弟兄们的命去当赌注啊！啊！保安团的同我们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们有什么不敢赌的？再说，黑风洞本身就是个赌命的地方。大当家的，要是跟各位当家的怕死，那么干脆现在就下山散伙。小夫人，你断了冬练吃喝，连口水都不让带给大当家的，你就不怕大当家的和保安团一道渴死饿死啊？就是啊，你保证，你拿来的水，大当家的他能够喝上一口半口的？要说先死，也是他们先死。保安团的人鱼肉乡民惯了，他绝对没有我们的弟兄们能够扛渴扛饿。哎，弟兄们，好心计啊！啊！哎，可是夫人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让弟兄们瞎猜疑，是不是？我要是跟你说了，那不等于跟保安团的人说了一个样吗？大当家的，你什么时候见过赌博的人会先把底牌亮给对手的？
老大，当时夫人唯以破釜沉舟之计，方能扭转乾坤，化解危局啊！夫人对保安团攻心得志，赌的就是一口英雄气。要是让他们提前知道，恐怕你我兄弟早就成了他们要挟夫人的人质，断然不会坚持到他们缴械投降啊！好，弟兄们，咱兄弟这次虽然在红军那边受了挫，但是夫人是威风不减。这刚回上清江，嘿，就来了他娘一个开门红，给他黑风洞立了威风。弟兄们，这夫人依然是咱黑风洞的一面大旗，是我遮半天头顶的一片祥云。来，夫人，跟弟兄们说说，弟兄们跟着你，今后咱黑风洞怎么干？说说，听夫人讲讲。弟兄们，上靠天，下靠地，中间靠自己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弟兄们能够抱成团，我们一定能在上清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，一定能够打出咱们穷人的一片天地。弟兄们，追随夫人，上山伏虎，下海降龙。上海降龙，上海降龙，上海降龙，上山伏虎，上海降龙。进来。去花溪寨见到玉环了？见到了。玉环小姐说，她今夜就守在后宅小门外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下去了。哎，你等等。秦妈，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但你要记住，这件事情要永远烂在肚子里。是。哎呦，老天爷，造孽呀！哎，大当家的，您慢用。大当家的，您慢用。各位当家的慢用，有什么事儿今晚封路，小子先下去了。这个好嘞。大呀，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夫人还没发话呢。今天就是请大家来好好的吃一顿，咱饭桌上没有那么多规矩。我这妹子有几句话想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档口感谢大家。今天总算是有这个机会了。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历尽坎坷，我这妹子衷心的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，场所。当然了，有时我的严厉会让各位当家的不快，可是请你们相信，我真妹子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黑风洞，为了黑风洞的弟兄们。你们给了我黑风洞这个家，你们给了我一切，
除了你们，除了黑风洞，我一无所有。来来来，不唠叨了，各位当家的，保安团的一战让各位受苦了。我这杯酒，给大家压压惊。真妹子我，先干为敬。就是，哎，老大，来福我都快渴死了。少他娘废话了，咱喝呀！哎，来喝，喝。哎，我现在能吃了吧？哎，哎，香，你就知道吃。是。这第2杯酒，查索，我敬你，委屈你了。夫人，委屈。坐。这话说的，委屈我什么了？啊，让我2天2夜没吃没喝，委屈了。我说过，你是我夫人，是我头上的一朵彩云。你要再这么说委屈，那好，我明天就到庙里出家当和尚去。说什么呢？夫人，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来。诸位，此次重返上清江，夫人一锅烩了保安团，重振了咱黑风洞的声威。这第3杯酒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敬夫人呢？哎，老二说的对，这次黑风洞啊，那是打出了风头啊！不光是上清江的老百姓，人人皆知，就连整个三江他都争了一争。哎，老大，我看你啊，也别叫什么这半天了，干脆就叫郑三江得了。你这个老三呐，我才不叫什么镇三江呢，我遮半天这个名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来的。啊，对，那还是叫这半天好了啊，这半天好了。来，这第3杯酒啊，我喝，可是应该敬咱这黑风洞的山龟。只有各位当家的恪守山规，咱们才能真正的重振上清江。夫人说的对啊，为了重振上清江，咱们干！来，干！长锁，你放心，这潘世宝的仇一定会报。夫人，天不早了，您睡吧。我这孙麻子，你说我怎么就看不够呢？我们该睡觉了啊，乖，宝贝儿，睡啊，来啊，乖，听话。你们呐，都给我惊醒着点儿。杨儿一有动静，马上叫醒我。是夫人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还是把小青安抱回来吧。娘现在半步也离不开他孙子，捧在手里怕飞了，含着嘴里怕化。这么晚去抱孩子，
不是让他老人家多心吗？睡吧。 我怎么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啊？五姨娘，老夫人睡了吗？刚睡下。真是难为这位老姐姐了，自己身子骨又不好。杜鹃，我给老夫人炖了点参汤，我给她送进去。是。 在里面了，那边也等着呢。可怜的小东西，长命锁也保不住你的命了。你这要成孤魂野鬼了，你要怪，就怪你不知天高地厚的爹娘吧。告诉青彪，如果他不把这小东西给弄死，不让堡主大宅断后，我变成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就是成不了大事儿。傻了，好好的孩子变成了恐怖卷儿，你们给我睡死了！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孩子没了，让他们找，让他们找出我孙子的下落啊！杜鹃，孩子呢？姐姐，昨天晚上只有武姨娘来过老夫人房间。姐姐，都怪我，都怪杜鹃，姐姐对不起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对不起。儿子没了。大帅！堡主，少夫人，武姨娘上吊了。孩子呢？堡主，武姨娘上吊了，孩子恐怕是……老天爷，保佑我孙子吧！双儿，老夫人，娘，老天爷，保佑我孙儿吧！娘，老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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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！夫人重回上清江，一锅就会了保安团一个连，连整个三江都震动了。黑风洞重振上清江，你这个据点啊就变得更重要了。夫人放心，我和我手下的弟兄绝不会辜负夫人的厚爱。你多留意一下磐石堡的消息。夫人要收拾磐石堡，为大当家的报仇雪恨。大当家的仇要报，我也有一笔账要算。实力相当，拼的就是机会。夫人一路走好。小家伙，快哭啊！哭了就能活命了，哭啊！老大哥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没人呢，怎么忍心来住这儿啊？表哥，对不起。水来喽，水来了啊！哦，
小鸡鸡还是个带把的。这么看，他上大户人家来了。管他大户小户，入了我的黑风洞，你就是我的户。听着没有？你听着没有？老子的货，下一个。弟兄们，山寨大喜！我这半天和夫人大喜。弟兄们，这个玩儿是上天对我和夫人的恩赐，是对弟兄们的恩赐。弟兄们，大当家说的对，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，是上天把我失去的孩子还给了我。以后，这个孩子就叫天赐。天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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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赐。马凳子，把枪给我。今天我真妹子用这把猎枪起誓，以后无论什么人，在什么地方，谁要敢把天赐的身份泄露出去，或是议论这个孩子不是我和大当家的所生，那么我就用这把猎枪索他的性命。凡我黑风洞弟兄，需谨记夫人的话，用生命保护天赐家业，保护天赐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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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据我打探的消息，10月下旬，武汉就已经沦陷了。当时积压在京口市内的，就有从武汉方向撤下的好几万人和数十吨亟待入川的物资。堡主，你们应该清楚，进入12月份，峡江是枯水季节，水路不畅，政府就急令吴作孚先生以军委会水路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名义，亲自指挥撤退。以民生轮船公司为主，动员了20多艘轮船和800多条木船进行紧急抢运。真想不到，武汉这么快就失守了。可不是嘛！从武汉逃出过来的人说，国军100万，打不过东洋兵30万。这东洋兵占了武汉，搂着国军的屁股往西打。唉，我看京口市肯定保不住。骆老板，商行的事，我跟堡主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商行入川，离开了上清江的资源，势必水枯鱼亡。我看东洋兵要打仗，他们也要吃，也要穿，也要维护城市的秩序，倒不如咱们就在京口市坚持下去，观其事态。就这么办。中央军挡不住小鬼子，可上清江的高山大川，还有各部民众，却未必。对，全凭堡主夫人调度。尽快按照我开出的清单把物资办齐，我跟堡主亲自押运进山，以备长久之需。
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